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李叔56岁，患糖尿病5年多。刚确诊糖尿病的前2年，严格的遵医嘱用药，严格的控制饮食习惯。通过2年的努力，将血糖控制在稳定的范围内。血糖稳定后，李叔对饮食的控制有所放松，开始吃一些淀粉类食物以及腌菜，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吃腌菜和白粥。通过服用降糖药，血糖也没有太大的波动，于是李叔开始了间断性服用降糖药。最近的一段时间，李叔发现自己总是口干，而且出现夜尿增多的情况。家人发现李叔有严重的脱水现象，皮肤弹性严重的下降，眼球凹陷严重，体重也大幅度的下降。前天晚上，李叔吃完晚饭后，与家人去公园散步，刚出门，李叔就突然晕倒，家人呼之不应，连忙的拨打急救的电话。急救人员赶到后，为李叔测量生命体征，呼吸脉搏微弱，处于高度脱水状态，测量血压偏高，测量血糖35毫摩尔每升，血钠浓度严重的升高。初步确诊李叔发生了高血糖高渗状态，紧急为李叔静脉滴注生理盐水，纠正脱水现象，同时监测生命体征。随后为李叔注射了小剂量的胰岛素，监测血糖变化，补充电解质，纠正电解质紊乱现象。通过纠正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现象，李叔的生命体征仍然较为微弱，血糖仍然居高不下，决定李叔进行血液透析，目的是快速的降低血糖。通过血糖透析，血糖呈下降的趋势，但是心跳仍然较为微弱，监测心肌酶发现心肌严重的损伤。李叔发生了急性心衰竭，通过尿常规和血液检查等的发现，李叔发生了急性的肾衰竭。通过监测生命体征仍然较为微弱，决定下达病危的通知书。经过多次抢救无效，宣布李叔死亡。李叔的死亡原因是糖尿病急症并发症发作，以及多个器官急性衰竭。导致成熟糖尿病急性发作的主要原因是与药物治疗中断、饮食控制不佳密切相关。李叔长期的吃淀粉类的食物和腌菜，这是导致李叔糖尿病急症发作的重要原因。因此，糖友应该远离3种蔬菜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1. 糖友应少吃这3种蔬菜。饮食习惯是导致糖尿病发生的重要原因。健康的饮食习惯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。糖友要坚持糖尿病饮食原则，除了要少吃高糖的食物，还有3种蔬菜也要少吃。1. 淀粉类食物。淀粉类食物在大多数人眼中是一种蔬菜，许多人都认为蔬菜不会导致血糖升高，但淀粉类食物会导致糖尿病患者快速的升糖，因此不建议糖尿病患者吃过多的淀粉类的食物。淀粉的本质是碳水化合物，而且淀粉是一种高分子的碳水化合物，由多个单糖共同的组成的多糖，因此淀粉是极易在机体内转化为葡萄糖的一种物质。正是这一物理的特性导致淀粉类的食物极易的转化为葡萄糖。糖尿病患者经常食用这类的食物，容易导致葡萄糖含量升高。另外，淀粉的可溶性较高，淀粉溶解后会发生膨胀，膨胀后的淀粉就更容易的溶解，更易的转化为能量。多余的碳水化合物会转化为葡萄糖储存在机体内。淀粉的主要营养价值是碳水化合物。为了保证营养的均衡，糖尿病患者每天需要摄入一定量的碳水化合物。但是淀粉类的食物不建议作为糖尿病患者的主食。淀粉类的食物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较快，我们可以选择五谷类。五谷类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，而且转化葡萄糖的速度较慢，可以作为糖尿病患者的主食。上面提到的李叔患有多年的糖尿病，李叔自己也明白淀粉类食物会导致血糖升高，
由于前几年通过药物控糖效果较好，李叔潜意识认为只要服用降糖药就能够有效地控制血糖，不需要严格的控制饮食。于是李叔就肆无忌惮地吃淀粉类的食物，最终导致血糖控制不稳定，长期的处于高血糖的状态，致使高血糖高渗状态发生，最终导致器官衰竭，出现了休克现象。由于多个器官同时出现急性的衰竭，最终李叔因抢救失败死亡。这件事警醒糖尿病患者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碳水化合物，少吃淀粉类食物。2. 腌制类食物。蔬菜属于素菜，腌制的蔬菜也是素菜的一种，但是经过腌制的蔬菜对糖尿病患者的危害很大，不建议朋友们吃过多的腌制类的食物，尤其是腌菜。部分人群早饭会吃咸菜配粥，李叔就是其中之一。李叔在没有确诊糖尿病前，每天早饭就喜欢吃点咸菜，喝点粥。确诊为糖尿病后，医生建议少吃高盐的食物。起初李叔听取了医生的建议，并没有吃腌菜。后来血糖控制稳定后，李叔又开始吃少量的腌菜，慢慢的食用量增加，几乎每天都会食用大量的腌菜。经过腌制的蔬菜会丧失了水分，目的是为了方便长时间的保存。经过腌制，蔬菜当中的营养物质也会流失，不能帮助糖尿病患者补充营养。食用大量的盐分会导致机体出现脱水现象，机体细胞内的水分会转移到细胞外，机体细胞缺水会导致器官功能下降，胰岛素功能也会因此受到了影响。另外，脱水会导致机体出现水肿的现象，心脏负荷因此增大，高血压、肾病等发生率就会增加。这些疾病合并糖尿病，极易的导致急症的发生。因此，不建议糖尿病患者食用过多的腌制食品。上面提到的李叔发生高血压的高渗状态后，同时发生多个的器官衰竭，主要是因为机体严重的脱水，导致心脏负荷加重，肾脏的代谢压力增加，出现心脏和肾脏急性衰竭，最终导致休克发生。所以糖尿病患者要少吃腌制的蔬菜。3. 坚果。坚果的营养价值很高，糖尿病患者每天适当的吃一些坚果，能够有效的补充机体所需要的营养。但是食用过多就很容易导致血糖升高。坚果是一种高脂肪类食物，糖尿病患者应该少吃高脂肪食物。脂肪含量过高会导致血液当中的粘稠度增加，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，严重时还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并发症发作。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吃的花生、瓜子也属于坚果类。这些坚果类通过榨取提取大量的植物油，脂肪含量非常的高，糖尿病患者应该控制食用量。糖尿病患者应该远离这3种素菜，严格的控制血糖，防止糖尿病并发症发作。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，但是常年的患糖尿病容易导致并发症发生。一些糖尿病并发症能够轻易地夺走我们的生命。治疗糖尿病主要是通过药物治疗和饮食习惯的改变。上面提到的李叔之所以会发生糖尿病急症，与药物治疗中断密切相关。遵医嘱，按时的服用降糖药，能够有效的控制血糖，防止血糖波动较大，有效的降低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。糖尿病的饮食要求我们以低盐低脂的清淡饮食为主，少吃高淀粉的食物、高糖食物以及高盐高脂食物，多吃新鲜的蔬菜，选择低糖高维 C 的水果，坚持糖尿病饮食习惯，要保证患者膳食结构平衡、营养均衡。糖尿病患者急症发作前都会有许多的征兆，例如糖尿病多饮多尿等的症状加重，体重下降明显，血糖变化较大。糖尿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该留心的观察，出现身体变化应及时的去医院检查。56岁的李叔因血糖过高死亡，提醒大家淀粉类食物、腌菜、坚果这3种素食，糖友需尽量的少吃。李叔的事件也警醒了糖尿病患者，日常生活中一定要严格的控糖，坚持糖尿病饮食，定期监测糖尿病并发症，降低糖尿病急症的风险。
避免李叔的事再次发生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